所以一台 3D 打印机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当然是打印另外一台 3D 打印机。大家好，我是 Siri， 在这个视频里将与你分享我在制作卧龙 V0.1 时的一些经验。如果你正有计划或者正在制作一台 V0.1， 那么这个视频将帮助你对 V0.1 有一个直观的印象。同时它将帮助你评估怎么更合理的去分配预算，因为有些钱我已经帮你们浪费过了。V0.1 是卧龙家族里结构最简单的一款设计，典型的 CoreXY 结构，单实干电机驱动 Z 轴，外加一路计数机，就构成了它全部的运动结构。由于尺寸大小的原因，它的框架设计采用的是 MakeBean 的1515铝型材，这种型材在国内没有正式的销售渠道，但是在万能的淘宝有 V0.1 的 MakeBean 型材套件出售。这些套件经过阳极氧化，还有多种颜色可以选择。例如我买到的这一套黑色，切割长度比较精准，切面也比较干净垂直，整体而言我非常满意。如果预算不够，又或者对颜色没有要求，这种国标1515铝型材也完全能够兼容。整套下来的价格只需要 MakeBean 套件的1/2到2/3左右。只是你可能需要注意，不同店家的加工手艺参差不齐，而精确的长度、垂直的切面是保持打印框架横平竖直的前提，所以我更建议上成品的 MakeBean 套件。如果确有预算方面的需求，在稍后我会跟大家介绍在更合适的地方去节省成本。接下来是线轨， V0.1 采用的是 MGN7 导轨配加长型滑块，就 3D 打印的用途而言，正常质量的国产线轨已经完全能够满足需求。有些小伙伴在线轨到手之后喜欢竖起线轨，观察滑块能否自由的下坠，并以此证明线轨或者滑块具备较高的契合度或者精度。这里跟大家分享一点，滑块在线轨上移动是靠滑块里面的滚珠，滑块与导轨之间通过滚珠接触，所以滚珠的大小决定了导轨与滑块之间的空隙的大小，进而决定了滑块在导轨上面的松紧程度。所以滑块通常都会有预压设定，分为无预压、轻预压与重预压。无预压的滑块使用了较小直径的滚珠，从而能够在导轨上流畅的滑行，甚至是自由的坠落。但它付出的代价就是滑块与导轨之间的间隙增大，那么运动件在移动过程中就容易因为惯性或者震动而产生位移乃至晃动，造成打印质量下降。而重预压就是使用了更大直径的滚珠，所以滑块能够牢固地贴附在导轨上，在一定负荷范围内保持高度的稳定性。当然它付出的代价就是滑块需要更大的推力才能产生位移。所以在购买时注意你的需求，对于 3D 打印而言，轻预压即可在保证精度的情况下还能够流畅的滑动。V0.1 设计上提供了蚊子、蜻蜓、龙3种打印头方案，这3种打印头在设计上都是为了高温高速打印设计的，并没有本质上面的区别。所以本着节约一点是一点的原则，我从 B 区购买了这颗克隆版标准流量蚊子。到时候我对它的整体做工以及质感都非常满意，进而使得我对它充满了期待。而现实就是这样子的，你永远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就在我完成了所有的机械和电器的测试之后，开始尝试加热打印头并完成打印头的 PID 调试时，我闻到了一股很好闻的耗材融化的味道。就在我以为蚊子开始了它生命的第一次挤出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还没有填装耗材呢。紧急停机，仔细一检才发现，由于蚊子的加热块是横向设计，使得加热头过于靠近零部件出风口，进而直接烫坏了零部件出风口。所以在 Discord 官方频道发了一顿牢骚之后，得到了原作者的回复，他确认存在这个问题，然后他建议上龙。好的大佬，谢谢大佬，大佬再见。于是 B 区又赚了我一单，几天后我收到了这颗龙，同样无可挑剔的做工，同样出色的质感，当然还有那更加昂贵的价格。这一次加热棒远离了出风口，经过简单的测试没有融化的风险之后，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周末下午，我将整个打印头又重新装了回去，开始了后续的调试。加热正常， PID 调试正常，不错。开始打印那个方块，堵了。
那没关系，早有心理准备。PLA 的锅，清理打印头，装载 ABS， 打印。又读，再来。终于，我的精力和耐心在整个下午一次又一次的赌头过程中消耗殆尽。我开始无限想念那个从来没有出过问题的 V6。群里跟小伙伴一提，有小伙伴立刻发了一张 V6 的改造照片。在确认了3007风扇完全能够压制住 V6 之后，就有了这颗自制版 V6 原型。做法很简单，切掉 V6 散热片头部，在切面上按龙的安装孔位钻2毫米的孔，最后用 M2.5 的螺丝拧出螺纹。果然这次 V6 没有让我失望，在 ABS 测试打印成功之后， POA、PETG 同样毫无问题。此时此刻，从这个角度，10块钱的 V6 完胜了龙。看到这里的小伙伴，如果你跟我一样对高速打印并没有特别的要求，只需要在标准涡轮速度下打印，并且有打印 POA 的需求，那么改造版的 V6 绝对是你的真香选择。同时为了方便精准的打孔，我做了一个辅助定位的打印键，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在视频描述区找到对应的下载链接。需要说明的是，请不要误会我并不是说龙不好，既然官方推荐，那么它一定是可以按照涡轮标准进行工作的。只是这里我并没有对龙做一个进一步的调试，在后续的视频里，我将对 V6、轮子、龙做一个更加全面的对比。所以欢迎大家点击关注按钮，关注我的频道，以便在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再来到另外一个加热设备热床上，标准的24伏60瓦硅胶热床并没有太多可说的，这里提供以下数据供大家参考。室温26度左右没有风箱的情况，从室温加热到60度用了2分半钟，再加热到90度使用了另外6分钟。来到打印机背面，由于我实在没有耐心等待2周之后才能发货的 LDO 电机套件，于是自行购买了其他品牌相同规格的电机。如果你也是，这里需要注意一点， Z 轴电机官方在这里设计使用的是26毫米厚的12步进电机，那也许是店家标题上面的V0专用误导了我，也许是我压根就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安装完成之后才发现，这个34毫米厚的电机比整个底座还要高，直接托底。最后是个14毫米厚的橡胶垫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后来我翻遍了淘宝，除了 LDO 针对 V0 出的型号，并没有找到其他26毫米厚集成丝干12步进电机。如果你的预算有限，这里可以直接使用社区的一个 model， 将 Z 轴改成皮带驱动，进而 Z 轴就只需要一个普通的26毫米厚步进电机即可。这也是后面我的 V0 改进计划之一，毕竟跟丝干相比，皮带驱动的 Z 轴可以带来更小的精度以及更好的成温表现。这个过程我也会在后面单独出一期视频跟大家做对比参考。作为整个系统的运算中心，我这里使用的是树莓派 ZeroW， 原因很简单，我正好有一个。因为我不需要外界摄像头或其他外围设备，那么 ZeroW 的性能已经足够完成任务。测试期间，它也证明了它完全能够胜任这份工作。它的 CPU 负载很少有超过 70% 的情况，即便是在高速打印的情况下面。在芯片价格普遍大涨的背景下面，使用 ZeroW 也是一个很好的节省成本的方案。反正我这一颗买成113块钱，在3月份的时候。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淘宝一下，现在是啥价格。使用 ZeroW 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它只有650毫安的电流需求，所以打印主板上面的5伏针脚也能够提供足够多的电流。那么官方清单上面的独立5伏电源也不再需要，又节约了20块钱。说到供电，官方推荐的名为150瓦开关电源已经完全能够满足50瓦的加热头、60瓦的热床，外加一些小功率的外围设备，例如 LED 灯的使用。如果你实在担心供电，想要使用更大功率的电源，那请务必检查你购买的电源大小是否能够被安装在相应的位置。最后说一下线束的整理，这估计是整个装机过程中最让人不愉悦的部分。这里我强烈推荐使用这种塑料线槽，截面尺寸 2.5 厘米乘 2.5 厘米，长度是你的设计最多2米即可，3块1米包邮，相信我，你会喜欢它的。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涡轮社区同样提供了 PCB 板的方案来连接打印头和主板。两家国内知名 PCB 打板厂商目前都提供每个月2次免费打样机会，其中某一家的配件商城最近甚至提供新用户电子元器件满31减30还包邮的优惠。
简直良心。好了，以上就是我在制作 V001过程中的一些经验分享。如果各位小伙伴觉得对你有所帮助，请不要忘记点个赞，投个币。在下个视频里，我将与大家分享串口的配置、打印机的调试心得，并且第一次完整的打印一个卧龙方块。我很期待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所以记得点击关注按钮以关注我的频道。我们下次再见。所以一台3D 打印机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当然是打印另外一台3D 打印机。